患痛风20年不忌口，全身长满了痛风时。提醒：尿酸高别吃4类食物。看到王先生身上密密麻麻的痛风时，医生表示这是从业以来见过最严重的痛风患者了。问诊后，医生才了解到，原来王先生此前已经取过痛风时，只不过他管不住嘴。早在20年前，王先生就被确诊原发性高尿酸血症，医生嘱咐他回家要控制饮食，但他却还是爱吃啥吃啥，海鲜、内脏、啤酒样样都舍不得落下，还每周都要喝几次肉汤。眼看着关节变形，积累了很多痛风时，连路都不能走了，才再次到了医院。医生称，如果王先生能早点调整饮食结构，合理服用药物就好了。现在这么多痛风史全部清楚的话太难了。我国痛风患者超千万，大多是吃出来的。生活水平虽然在日渐变好，但越来越多的人受到了痛风的困扰。据2021中国高尿酸及痛风趋势白皮书数据显示，我国有1466万痛风患者，痛风总体发病率可达 1.1%。体内的血尿酸升高是痛风的基础。一般血尿酸水平，男性高于420 Umol/L， 女性高于360 Umol/L 就属于高尿酸血症。血尿酸超标后，可能会析出尿酸盐结晶，在关节及其他部位沉积，从而引发痛风。血尿酸越高，痛风发作的风险就越高。痛风多半是吃出来的，因为一般情况下尿酸是呈收支平衡状态的。尿酸过多或排泄的过少都可能引发高尿酸血症，增加痛风发作风险。尿酸排泄过少多数是酸中毒、药物、肾脏疾病等所致，而尿酸产生过多可能是肿瘤、外伤、高嘌呤食物摄入过多所致。我国很多高尿酸血症患者都是由于外源性嘌呤过多所致，因此多数人的痛风是吃出来的。这4种蔬菜是痛风帮凶，嘌呤比肉还高。很多人以为肉类的嘌呤含量要比蔬菜高，其实未必。一般牛羊肉、猪肉、鸡肉等肉类，平均每100克中约有100到150毫克的嘌呤，而下面这几种蔬菜中的嘌呤含量可是远超这些肉类的，痛风患者一定要警惕。紫菜。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第6版显示，平均每100克干紫菜中含有415毫克的嘌呤，比猪肝的嘌呤含量都高，吃多了会导致体内尿酸增加。芦笋。芦笋中含有多种维生素、纤维等物质，但平均每100克的芦笋中含有500毫克的嘌呤，比一般的海鲜都高。浙江省立同德医院主管营养师夏文龙介绍，芦笋在烹饪前要先焯水，以便去除草酸，减少嘌呤。柑菌类。菌菇类食物人们一般日常食用的少，但其中的嘌呤含量很高，痛风患者一定要谨慎食用。干豆类。浙江省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住院医师吴一浩介绍，黄豆等各种原生豆类中嘌呤含量很高，不过像豆腐、豆浆的嘌呤含量并不是很高。营养师古传灵提醒，除了上述几种蔬菜外，想要远离痛风，还要少吃肉类、富含酒精及果糖的食物。这几类人更容易被痛风盯上，5个建议快收好。这几类人群属于痛风的高危人群，平常要提高警惕。绝经后的女性。女性体内的雌激素能促进尿酸排泄，降低痛风风险，而绝经后的女性由于雌激素分泌变少，患高尿酸血症的风险会升高。有痛风家族史的人群。来自韩国的一项研究通过对500多万人调查发现，有痛风家族史的人患痛风的风险会增加 1.5 倍。长期饮食不当的人群。多数人的痛风都是吃出来的，长期高嘌呤饮食、长期高脂饮食、爱喝酒及爱喝果汁饮料等都会增加痛风风险。体型肥胖的40岁以上男性。雄激素本身会抑制尿酸的排泄，肥胖的人群多数喜欢高热量、高脂肪饮食，尿酸的排出少，很容易被高尿酸血症盯上。中山大学附属第6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黄建林提醒，想要管好尿酸治疗痛风，要注意下面这几点。适当运动。定期进行运动能够提高免疫力，预防高尿酸血症并发症。远离高危因素。对于高血压、慢性肾病、高血糖、高血脂症等疾病要积极控制，药物治疗时要及时告知医生。
避免用到一些升高尿酸的药物。3、减少热量摄入。很多痛风患者都有高蛋白、高热量、高脂肪的饮食习惯，很容易营养过剩，被高尿酸血症盯上。4、控制好体重。要将体重控制在理想范围内，不过要警惕有些减肥方式会影响体内的雌激素水平，增加高尿酸血症的风险。5、药物辅助。必要时可遵医嘱服用一些降尿酸药物，要避免在痛风急性期使用，以免加重病情。据统计，我国痛风患者超1466万人，越来越多的人被痛风盯上了。为了远离痛风，平常要管住嘴，迈开腿，远离各种高危因素，尽量控制好体重等。必要时要遵医嘱服用药物。4、痛风的治疗与管理。痛风的治疗目标是迅速缓解急性关节炎症状，预防痛风复发，减少痛风时形成，保护肾脏功能。痛风的治疗主要包括急性期治疗和慢性期管理。急性期治疗的主要药物是非甾体抗炎药 Nasis 秋水仙碱和糖皮质激素 Nasis， 是急性痛风关节炎的首选药物，具有快速缓解疼痛和炎症的作用。秋水仙碱是一种传统的抗痛风药物，但其副作用较多，主要用于对 Nasis 和糖皮质激素不耐受的患者。糖皮质激素适用于多关节受累或伴有全身症状的患者，但长期使用需注意其副作用。慢性期管理的主要目标是降低血尿酸水平，预防痛风复发和痛风时形成。常用的降尿酸药物包括别票醇、非布司他和苯溴马龙。别票醇是一种磺嘌呤氧化酶抑制剂，通过抑制尿酸生成降低血尿酸水平。非布司他是一种新型磺嘌呤氧化酶抑制剂，具有更好的耐受性和更低的副作用风险。苯溴马龙是一种促尿酸排泄药物，通过增加尿酸的排泄降低血尿酸水平。痛风患者的生活方式管理也非常重要，患者应避免高嘌呤食物，如动物内脏、海鲜、啤酒等，减少酒精和果糖的摄入。适量运动有助于控制体重和改善代谢状态，但应避免剧烈运动，以免诱发痛风发作。保持充足的水分摄入有助于尿酸的排泄，建议每天饮水量在2000毫升以上。5、痛风的预防与健康教育。痛风的预防主要包括控制高尿酸血症和避免诱发因素。高尿酸血症的预防应从生活方式干预和药物治疗两方面入手。生活方式干预包括合理饮食、适量运动、控制体重和戒烟限酒。药物治疗主要针对高尿酸血症的高危人群，如痛风家族史、代谢综合征患者等。早期干预可以有效预防痛风的发生。健康教育在痛风的预防和管理中具有重要作用。患者应了解痛风的病因、发病机制、临床表现和治疗方法，掌握自我管理技能，如合理饮食、规律运动、定期监测血尿酸水平等。医生应加强对患者的健康教育，提高患者的依从性和自我管理能力，从而有效控制痛风，提高生活质量。6、总结。痛风是一种由尿酸代谢紊乱引起的疾病，其发病机制涉及尿酸的生成和排泄失衡。痛风的临床表现主要包括急性关节炎、痛风时慢性痛风性关节炎和痛风性肾病。痛风的诊断主要依据临床表现、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。痛风的治疗主要包括急性期治疗和慢性期管理。生活方式管理在痛风的治疗和预防中具有重要作用。未来的研究应关注新型降尿酸药物的研发、痛风的遗传机制研究、痛风的精准治疗、痛风的综合管理模式和痛风的流行病学研究。通过多学科协作和综合管理，可以有效控制痛风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。